And the game of the year is Astrobot. 各位认屯锁狗软区帕鲁暖暖活跃前兵6星好市民年度 DLC 享有者某期调查团新概念枪男，还有我们的最佳年度机器人们，大家好啊！这里是波斯人 Game Studio 啊。我曾经说过，只要我出现嘞，指定没啥好事会发生。那这一期谁又遭殃了呢？哎 ，TGA， 各位耳熟能详的。非常神圣的游戏界盛会，他妈的有朝一日居然能出现在你劳任的爵士团门里啊！干得好，奖励你吃饭跟考迪克坐一桌，操你妈的！那么众所周知啊，12月13日 TGA 官方公布了2024年游戏提名啊，我寻思 TGA 嘛，对不对？那么神圣的东西多少得实至名归的是吧？没想到今年直接给各位端了坨大的上来，他妈的一眼看过去，一个比一个重量级，操你妈！那我们直接看到我现在拿到的这些排名。首先，恭喜宇宙机器人获得年度最佳游戏、最佳游戏指导、最佳动作冒险游戏，还有最佳家庭游戏4个奖项啊！鼓掌！所以今年 TGA 就闹出来一个笑话，就是说啊，又不是因为今年 TGA， 谁知道你宇宙机器人是哪根鸡毛掸子？是确实，一开始你劳任拿到这个排名的时候，劳任也在纳闷，就是我在想啊，单凭 Final Fantastic 和 Black Mass 悟空2位大神，就单凭质量这一块都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他俩敢占第2，我都不知道谁敢占第1。然后现在 TGA 你跟我说还他妈有高手。但是经过群友一提点，我突然就想起来了，这他妈不就是那个售价400块的金山打字通吗？开个玩笑啊，兄弟们，金山打字通是免费的，但是这玩意儿真他妈跟金山打字通是一个性质，你知道吧？这是什么呢？简单说一下，这个就是 PlayStation 的入门游戏，教你如何使用手柄等等之类的。关键是它只能一个人玩。对，他只能一个人玩，所以说兄弟们，转动你们的小脑袋，这个最佳家庭游戏奖从何而来啊？索尼还有 TGA， 你们觉得玩这个游戏的人是应该族谱单开一页从自己开始写，还是得自己去照张全家福就一个人的那种？总不能因为你俩户口本都只有1页，你们说这个游戏适合家庭玩，如果我们需要体验这个游戏，就必须得满足户口本都只有1页这个条件吧？不然怎么办？我一个人搓手柄，让我一家人在旁边瞪看是吧？哎，咱说你要不知道评点什么奖，劳任教你个办法，你拎点老东西出来评一下，改变一下规则。我跟你说，你比评这玩意儿好多了。就举些我玩过的 Unravel 2、It Takes Two、Overcooked、Moving Out、Ultimate Chicken Horse、Chain Together、Pickle Park， 实在不行还有他妈大富翁系列。咱就说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可能有一些游戏它带有劲标签啊，但是不重要。可能还有一些游戏它曾经得过高质量时期的 TGA 相关奖项。这也不重要，你就给这些老东西们重新拉出来再办一遍奖，我觉得都比这个400块的金山打字通强吧。实在不行没活了，我教你4399上面找点 Flash 小游戏放上去，玩家都能接受啊。你整这个我只能说你妈真死了 TGA。哎，话说回来啊，索尼，你给了 TGA 他妈多少丧葬费啊？连你妈一块葬的是吧？好，那再说回年度游戏，哎，您猜怎么着？也是他妈宇宙机器人。那我寻思年度最佳游戏，咱不得掏空一下腰包体验一下？然后我看着我家2台 PC， 1台 Xbox Series X， 给我干沉默了。干得好，索尼 TGA， 奖励你们2位的母亲回归1分钟。啊，抱歉，我没能力玩到这个游戏，这问题不在于你们，在于我们啊。那么关于金山打字通剩下2个奖项呢，一个最佳动作冒险，一个最佳游戏指导。最佳游戏指导这个我倒没话说，但是如果我给 PlayStation 整回来了，等于说我要为了熟悉你的主机操作、手柄操作，我还得重新掏这400块钱去重新买个教程。大哥，金山打字通都没这么黑吧？你这么说，我他妈 YouTube 上面搜个视频看看如何操作，岂不是来得更快？然后啊，再说回你这个最佳动作冒险，本来应该是黑神话的啊，这个各位是有目共睹的。结果你给我整这出 TGA， 台下宏记听见这个名瞬间就乐了，屏幕前的我也乐了，想必各位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的都已经乐了。还是那句话 ，TGA， 你要实在不知道凭啥，拉点老东西出来编下诗，玩家都更能接受。一个售价400多块 PSN 独占，销量只有150万，下载量只有7点几万，只能一个人玩的游戏，你跟我说这4个奖项他坐实了是名副其实的。我操 ，TGA！要不咱改行算了，别评游戏了，咱去演电影。你这干上个2年，隔壁强尼不得跪着把小金人送你啊？咱们往后接着说啊，这个某6星好市民拿了个最受期待游戏奖。
新的宣传片是没看见的。不是我他妈哈喇子淌了20来场了，你跟我说就这啊 ？Take two， 别躲了，说的就是你。再作死过去跟那俩逼养的做一桌啊！他妈了个臭逼的！别说老子没提醒过你啊！然后啊，我就必须得请出本届 TGA 最他妈小丑的游戏，某年度 DLC 享有者老头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寻思啊，原本 TGA 是不允许 DLC 参与评奖的，而且因为法环本体之前好像是拿过 TGA 最佳动作奖的，看得出来你 TGA 没活了，想揪点 DLC 评个奖。本来我以为他能因为这事彻底改变 TGA 的评奖规则，结果呢，老头环玩家被骂了1个月，然后连提名都没拿，不是。哦，别这样，别这样！我宣布哈，《黄金树之影》是本届 TGA 最他妈有活的游戏，不是？哦 ，DLC 啊 ，DLC 无敌了，哥们儿！然后看到这个最佳运营奖，哎，您猜颁给谁了？是将你妈逼开服46万日活，运营的只剩4万的《绝地潜兵2》，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啊？我上我也行吧，这实在不行，你把游戏拿给隔壁 YourStar， 他都比你会整活。虽然说他整出来的活也是让他妈坟头草枯枯长的，但是总比你运行的只剩4万好吧？啊，再回过头来说说你啊 ，TGA， 咱就说这个奖项是非得评吗？这个最佳运营奖今年他不评，你是会背后中气枪死于自杀吗？凭良心说啊 ，Counter Strike、Valorant 哪个不能拿这个奖？妈，46万日活，运营的剩4万，我都能想象到玩起来是个什么心情了。就往那个电脑屏幕面前一坐，跟他妈打巡回赛一样，甲乙丙丁五子更新，反正就这么几个人，打一下午也他妈就这么几个人，要么你在对面，要么你在这边。不是能运营成这样，你也是有了；能给绝地潜兵评上这个奖 TGA， 你也是有了。你妈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啊？奖励你俩去跟考迪克坐一桌啊！啊 ，TGA 已经在了，那没事了。绝地潜兵自己滚过去啊！说回怪猎调查团啊，调查团这边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为什么之前可汗大点兵的时候，我12卷军书上面写的很明白是某期调查团？因为我真鸡巴不知道这位算是第几期调查团的成员吧？就 Monster Hunt World 是第5期调查团嘛？然后各位可能在等这个第5期调查团整点啥新活之类的，结果各位看了他妈4个小时的 TGA， 第5期调查团的新消息是啥都没拿到，结果啪来了个我他妈也不知道算是第几期调查团的怪物猎人手游。我操你妈的！我是来看这个的。你妈了个逼！应该出现的怪猎外的呢？相关消息你是只字未提，你真敢啊，孩子！各位等着看卡普空最新力作的老猎人，瞪了4个小时的眼睛，等来了一个做了鸡巴一大坨，还是他妈腾讯出资的破鸡巴手游。别问为什么那么早下定义啊，腾讯游戏谁还能写？啊，这还能洗的？收拾碗筷去跟考迪克 TGA 那边，他们坐一桌，你们蹲旁边，真的这辈子连桌都上不了。怎么我以为平时蔚蓝档案国服玩家给他那个鸡巴运营洗就已经够重量级的，这年头还有给腾讯洗的？可以，你就蹲那儿把饭对付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好吧？DNF 就重量级了，出新作了，做的好像还是一坨屎。你妈了个逼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啊 ，TGA 2024啊，爆出来了个新瓜 ，DNF 要做一个新作，名为《第一狂战士卡赞》。那么理论上来说呢，一个游戏或者一个 IP 啊，为了保持鲜活力，往往要整点新活来引入新血液 ，IP 知名度才会更高，资方也才能得到更高的回报。所以说，关于这种事情，我从来都不多说什么。你要整续作啊、新资料片啊、IP 衍生作啊、有改动漫或者电影啊，只要你真的是用心再去搞的，一般整出来都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说我们去体验了之后，如果玩不下去或者看不下去，顶多给你挂一个质量堪忧的标签，然后你逐步改进，直到能被大众认可就可以了呀。但是这个狂战士卡赞它很不对劲，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从晚会爆出来的那一瞬间，油管的聊天区就一直在骂虽然说 TGA 线上直播聊天区也是从头骂到尾的，你妈了个逼的，但是啊，没有理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哈。我就去各大平台简单搜寻了一下关于这个游戏的相关影片，并且小小的观摩了一番，然后我就理解各位为什么在骂了。是的，老任也感觉吃到屎了，操死你的马！我们就拿哔哩哔哩上面 IGN China 发布的15分钟实际演示视频来看，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啊，你这个游戏如果放在15年前呢，那确实还算是个上乘之作。但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2024年，快接近2025年，一个2025年才发布的游戏，你跟我说是这个质量，那行，那个时候你可以让制作组的人拎包滚蛋了，顺便把这个项目停了。真的，就以你这个质量，明年3月份要过得了玩家这关，那和今年小机器人拿年度最佳也是一个情况。这15分钟看下来，槽点太他妈多了，我们就简单挑几个讲一下吧，多了也讲不完。首先从这个视频呢，各位可以看出啊，这是一个 Soul-like 游戏，就是类魂游戏。然后我们先看到这个动作系统啊，就是这个主角移动啊，给人一种新生儿正在逐渐适应整个全新身体的美感。不是你他妈这个动作捕捉是拿极限木偶捕的是吧？你只差和人类一败涂地媲美一下了。
真的没绷住，好吧？好，这个我们先摆在一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狂战士手上拿的武器啊，大剑和斧子，算是经典的狂战士2件套。然后整个片子唯一的攻击就是一直在平 A， 对他一直在平 A。目前为止啊，没有看见任何类似于技能之类的东西。明年 TGA 最佳催眠游戏里面没有你，我不看，好吧？然后啊，没有 UI 啊，这个我能理解，也可能是人家没有做完。然后整个实际演示直到打 BOSS 之前都没有什么亮点，就是不停的跑图平 A， 连怪都是固定几个类型里面抽取的，操死你的妈！有必要这么敷衍吗？一直打到这个长得好像狮子猿一样的猴哥啊，总算有亮点了。对，整个实际片子最大的亮点它就在这里啊！好一个狂战士，你妈了个逼概念神是吧？就这2下放在智狼里面，狼已经被干立正了，就有这能力，你搁那一直举个盾，等着 BOSS 打的累趴下了，你过去一刀给他终结了，就好像架势条满了过去直接终结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这个视频根本没有必要15分钟，5分钟就能讲完的事情，你硬是能把5分钟的事情重复了好多遍，那也是没谁了。回归主题啊，你说你这个类魂游戏做的是一坨屎，学宫崎英高也没有学明白，整个游戏跟 DNF 有任何的关系吗？哦，好像有，就是这个主角呢是整个 DNF 世界观中所有鬼剑士的祖先。不是哥们儿，下次建议从宇宙大爆炸开始扯起，好吧？然后整个游戏就是给人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就算是我们拿最近时期的实际演示来看，也是他妈一言难尽啊！就是说这个游戏呢，可能是拿虚幻引擎来做的，然后虚幻商城不是有些免费的素材库嘛，然后每个月可能会发生点啊，比如说虚幻商城赠你几个免费的素材库啊，对不对？可能原价大几百的东西，然后就免费了，也算是一种白嫖嘛。然后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用商城内的免费素材拼凑出来的一个半成品，然后拿来敷衍玩家了。别跟我说开发中他妈大饼画了5年多了，这就是你拿来反映给玩家的最新消息啊！然后这个游戏的普通版啊，卖54.5每刀，豪华版卖64每刀，也就是398人民币和468人民币。我操死你的妈！你妈了个臭逼啊！不是做成这样，你有什么逼脸卖那么贵的呀，内古松？当年影视2度当年那种质量，他也只敢卖268，关键人家是当年的年度最佳游戏哈，都不要求你质量远超黑猴了，你能达到影视2度这种质量卖300块我都说算了，结果你做成这样还卖的死贵，你真缺这2文钱给你妈买棺材啊，内古松！我操，真的哦。我都不说这个 DNF 玩家买不买这笔账了，今天就是他妈魂系爱好者来了，我觉得都不一定买这个账哈。说回来，说到底啊，内古松，我他妈不久之前我才鞭策过你，你又给我整这一大坨屎，滚去跟考迪克坐一桌，好吧？但是整局游戏最悲伤的还得数任天堂。各位收看历届 TGA 的观众呢，可能都发现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任天堂的游戏它可能拿其他的奖，但它从来不说从来吧，很少被年度最佳游戏、年度最佳什么什么提名过。但是人家还能每届出现在你的会场上面，准时的收看你小丑表演，这是给你 TGA 面子，你得接着呀，对不对？给脸要脸，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嘛，你不能鸡巴给脸不要脸嘛。这届 TGA 就更重量级了，任天堂高管在下面好好的坐着看你 TGA 这个小丑表演了4个小时，好悬没给手里的玻璃杯攥碎了，等于说整场典礼下来，任天堂一个奖没捞到，还被迫观看了自己曾经起诉过的幻兽帕鲁即将上架的新预告片，等于说什么情况呢？你被吊在房梁上面，看着你老婆被你兄弟上了，他妈了个臭逼！换我也急，好吧？这波给你任天堂高管整红了，我不好说了。关键今年的年度最佳还是抄袭了自家的马里奥系列，我操，无敌了，真的无敌了！我操，索尼，谁还能活得过你啊？还有 TGA， 要不你明年跟考迪克合作一下算了，你们2个真他妈臭味相投啊！我操！经历过这一届 TGA 之后呢，你老任有这么几个建议啊，各位看看合不合适。首先第一点，索尼家的游戏呢就不用穿插在里面了，等全部奖评完之后，直接让索尼高管上去发布年度最佳游戏获奖感言。你妈了个逼的！你 TGA 只差拿个烙铁把你亲爹索尼印在身上了，逢人就指着那个烙印说：“哎，我也是有爹了，好吧？”但我寻思 TGA 一开始不是各大游戏公司出资办的盛会吗？啊，怎么事儿？翻脸不认其他几个爹啊？索尼今年给你多拎了几箱牛奶，是不是？那任天堂如果要拿这个奖，是不是得给你补上2箱脑白金才行？
啊。那有人说，哎，这个小机器人的质量还是挺硬的，硬吗？多的我不知道啊，我只晓得这个游戏呢，它是索尼用来卖手柄的，因为对手柄的震动传感做了一套非常完美的兼容。但是问题来了，我他妈缺你这点震动是不是？你他妈买个跳蛋回来往自己逼里一塞，整个人不得给震得酥麻不是吗？我玩了那么久的 Xbox， 我能不知道震动是什么情况？再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牌子手柄价格在亲民化的同时，也都拿到了微软的授权，也就是说可以完美的调用游戏里面能让手柄震动的 API。手柄震动这块不再是你索尼的独占特权了。但是如果你要为了体验这个所谓的年度最佳游戏，你要去购入一个 PlayStation 5啊，我选择尊重你，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劝导你，那是你自己的事。第二点就是2025年以及后面这几届 TGA 呢，都可以选择做成线上模式了，大家都在网络上观看，也不需要什么线下会场。因为就像老青椒说的，没人知道下一届 TGA 会不会有极端粉丝去现场安装 C4 啊。经历过这一届 TGA， 我都能大概猜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了，全尼妈是黑幕，都鸡巴拿钱买排名，谁给送牛奶谁就能拿奖。那你要这么搞的话 ，TGA 我就说了，黑神话悟空呢是中国的游戏。啊，那为什么黑神话悟空这次没有拿到年度最佳游戏呢？因为你冯骥没有给这个 TGA 主办人送飞天茅台，知道吧？啊，这是你的问题。下回呢，学乖点啊，在开会之前呢，给人拎2瓶飞天茅台送上去啊，让他呢把你的游戏摆在名单之外。全部名单念完之后，你冯骥直接上去发表获奖感言。你给那个畜生2瓶飞天茅台是你破费点，但是我就告诉你了，还能有小机器人什么事儿啊？这都是你的问题，好吧？剩下这些奖项呢，还有些算是实至名归的啊，所以说我也就没啥好说的了。我只能说这届 TGA 算是老唐人给小唐人开门，唐到家了。说到底，被骂成这样，你下届 TGA 还能不能正常举行都不知道了。万一真来个极端粉丝给会场安装 C4， 对吧？这波给冯骥看乐了，任天堂高管干红了，屏幕前的各位又几家欢喜几家愁呢？看样子是都被逗乐了吧？但是呢，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将要结束，充满攻击性的欢乐时光也是如此的短暂。这波再怎么说洋洋洒洒也讲了将近4000来个字了，但是我只能说这算是我众多文案中的中等类型。那么就进行我们的例行结尾环节吧。You need to remember one thing. I released 2 versions of this video, so you know how to find this. And one last important thing, remember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and turn on small bell reminder. You can get much excellent video in future. Thank you support from Boston Game Studio. So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